他们打个看看。看仔细了啊，合上吧。走走。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是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种子呀，这是。东家，您这可贩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。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，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。万分感谢，可是这事儿，哎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，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。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。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，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。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，其二。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
生，船被扣了！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，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7进7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请。拜见，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！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！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犯私盐这事，你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算数。老祖有老祖的规矩，闯法堂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管你什么堂！一身蛮力有什么用？力气再大，也不过是头牛罢了。
顾先生被扣了，大奶奶！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啊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多尔顿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，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，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闺女，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盐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，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。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平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。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闺女，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这帮老贼活干得还利索吧？一开始也偷懒耍滑，捡了几个人，狠狠地打了个半死，现在老实多了。去看看。伙食怎么样啊？那没得说，比监狱里强。真的假的？你们贪银子别太过分，毕竟还得靠他们干活呢。哪敢呢？这什么？当然，这是菜粥。这是肉啊！这是菜里的虫子，哪能真有肉啊？你不能这样啊！干那么重的活，就吃这个，身上没劲儿，知道吗？大人，他们身上有劲儿，就该造反了。末将谨记大人的训示，反正留着这些也是麻烦，少吃一点，多挨几顿打，不用几个月就能折腾死一大半。这事慢慢干，他们也就不会反抗的。走，掉头！人嘛，回来！放！来了什么？大人，我们刚才挖海棠的时候，挖出了2坛金子，正想给大人您找地方送去呢。2坛的金子。干嘛呢？站住！别跑！哎呀！
不准，我这吃饭的家伙要完，围起来，快！混啥玩意儿？放我出去！哎，求求你们了，放我出去！哎呦喂！哎呀！哎呀！别动！再动扎死你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怎么了？海棠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大事了？九帅让把他给绑起来了。胡说！九帅英雄盖世，岂能说绑就绑啊？我哪知道啊！九帅那是爵爷，在我的地界上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您跟着我去看看。哎呀，这下糟了！我家今天炖了排骨了，你我吃上一口，我随你出发。哎呀，吃什么排骨啊？万一九帅出点事儿，把我绑在菜市口，活剐了，我就是那排骨，啊，知道吗？你跟着去吧。放了九帅，把九帅放了！快放人！放了九帅！放了九帅！放人！快！顾先生，来，一口！快！顾先生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小心流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？他们欺骗九帅说挖出金子了，九帅没防备，被他们弄进大桶里，才跑了。弄到大桶里？什么桶啊？我问你什么桶？饭桶，饭桶！黑子，小心！哎，这儿了，这儿了，这儿了！才离开一天，怎么就出这么大事？从哪儿弄的？九帅给的。九帅说：“黑子，你可真是个好样的啊！不是留在这儿跟我当个把总、千总吗？一刀一枪的正公平了。我这还没来得及感谢他老人家，谁跟你开玩笑？说真事儿。他们想要什么？他们要逃呗，要逃。他们整天关在地底下没个人样，反正早晚是个死。然后他们说，只要九帅给放了他们，他们才肯罢手。哎呀，他不可能！这一个营的人要是都逃了，那咱们全家都得死啊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我们就放了他！武先生，武先生，苏大人，快去让两江总督带兵过来，我解决不了了。可九帅传出死命令，说谁都不让说，他怕丢面子。他倒不怕丢了性命。啊，这里边说话管用的也就是你了。你想想法子啊，下官的身家性命可全在你身上啊！邵阳阳、张马英，通过海参，野军入肉，出关了！我是送菜的，站住！我古平原，两江总督让我来修海棠的，我要见九帅。你们需要什么，可以和我谈。站住！把你的长袍脱掉。进。走。哪一个？你是首领啊？我古平原修海棠的，我要见九帅。
我是来想想办法，看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。老九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我们今天把他剐了下酒，用你帮什么忙？要想剐不早剐了吗？还用等到现在是不是？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都可以谈谈。想要什么？想造反行不行？不可啊！战争已经死了太多人，不能再死人了。那你要这么谈的话，不如把我杀了好。依你呢？依我看呢，我舍着前程都不要了，帮你们向总督大人和九帅求情，请他们开恩，放大家回去。从此以后，大家就做良民，好不好啊？良民，古平原呐，古平原，当年合肥那些投降的将士们，你也保过他们做良民呐。你认识我？兄弟们，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就是逼死了咱们李成将军的古平原。哎，兄弟们，李将军不是我弄死的啊！你来真的！我要见九帅。打死了别打死了！待会儿老九真要见他怎么办？快走！哎呀，起来！啊，我被你们打伤了，快，我起不来了。废什么话？起来！好，我能走，松开我。玉儿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真想让我当寡妇呀？我这样你也能认出来？不是，那我刚才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来救我啊？那么多人呢，我又不像你一样蠢，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呀？来吧，架着我，走，咱们出去。哎呀，你别跟我捣乱了，我还没去找九帅谈呢。抠腰举动兵不识好人心，是不是啊？没我你几个脑袋够用啊？怎么还没过去啊？老九都催了。啊，知道了，马上来了。我一箭射死他，咱们逃出去。哎呀，别捣乱了，把武器松开，咱们大大方方的出去。我让你看看你男人是怎么打遍活人的。九帅，五兄弟，你仗义。刚才听说有人闯进来，就知道是你。除了你，没有人这么有义气了。您也是打了一辈子胜仗了，怎么被人弄到饭桶里去了？我还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一顿，这谁安排的都是。谁在笑啊？九帅。这是我夫人，她怕我有危险，所以过来保护我。我们放了朝廷的钦犯，全家人得掉脑袋，你还孤注一掷，哪有这么多理儿可说？你们当官的哪个不是欺上不瞒下呀？这放了钦犯，该怎么编故事，那就全凭你们一张嘴了，对吧？别把我牵扯进来就行。哼。那出了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怎么就我的事儿了呢？你和他们是一伙的。哎，九帅，借一步说话。来，媳妇儿，来开开眼，开眼。您要走了，你们要不要出来看看？
九帅也请了。走。兄弟们，按队按营上船，莫要慌乱。 郭大哥，这是我孩子，来，多谢郭大哥成全，自此一别，天涯万里，再难相见。照顾好自己，月儿姑娘，照顾好自己。 九帅，这合作愉快。之前苏小姐还说，想从您的手中买战符，她怕您胆子小，不敢接。我听了都笑出声了。那您和胆子小就不沾边，对吧？但是这出苦肉计您演的是真好。你比我演得好。应该的。 我问你，我办这件事儿收了他们金子，他们给了你什么？你要说实话。其实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战争结束了，我不想看到再死人了，就这样。这箱金子遣散我5万老兵，如果没饭吃，他们也得成反贼。咱俩都买了个太平。